这一条海红帮应该有个1斤半以上啊，不过看起来活力不是很好了，要给它做个小手术先，这样才能活着带回去卖啊，要活着的海红帮才能值更多的钱。Hello， 大家好，我是拿打彪哥，现在是准备拉我们下一处地方的排钩。这一处的排钩也是这一次外海放排钩的第4处地方的排钩，离得就比较远了。准备把前面2条活力不是很好的海红帮跟那条大石帮一起放回海里面的自然环境再养一会儿，网点再拉上来。活力比较差就要在海里面的自然环境才能更好的舒展。找个好点的礁石区位置啊，然后就把它丢回海里面去，打上个浮漂做记号，然后网点再回来拉就行。鱼也已经是放下去了，然后慢慢的把绳子放下去就行了。然后要记得在最后这一段要打个浮漂才对。今天的太阳是被乌云给遮住了，所以也不会晒，这样的天气还是非常的舒适的。到达位置了，现在准备开始拉这一处地方的排钩了。前面3处地方的排钩总共是上了7条海红帮，还有1条大石帮。光7条海红帮至少都能值个小几千块钱了吧？还有那一条10几斤的大石帮，要确定什么石帮才能确定价格啊？至少都能值几百块钱。但是明显这一趟的排钩大货比较少，19公比较多。你看这边又是来19公了，明明19公的旺季是已经过去了，但是这边却是连续的来19公。可能在外海的19公现在还是旺季，这一船舱至少2/3都是19公。不过有鱼就行了，管它是什么鱼呢？而且现在19公的价格也不低啊，1斤是可以卖到50块钱左右呢。所以拿多一些19公其实也是挺不错的选择，只是它们的体格比较小条，又长不到特别的大，所以要拉很多才能抵一条大货呢。这刚开始拉排钩上来的也全都是19公哦，这一条看起来是挺肥的，基本都是以19公为主了。这一趟我都估计能捕到个10几20斤19公的，要上百条。这边是一不小心把这个排钩给拉断了，估计是钩子中到礁石了，拉不上来就拉断了。所以现在就要把船开到排钩的另外一头，从另外一头开始拉起来。今天的潮水还不算大，但是拉力却是比较强的，而且天气还是晴朗的。好了，现在这一端的浮漂也是开始拉上来了，这一端就不能断了。如果这一端的排钩也拉断了，那就比较麻烦了。逆向拉排钩确实有点拉力。因为跟水流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拉上还是比较吃力一些的。现在排钩拉上来了，急需几条大货过来止止血、补补痛。19公可以少来一些，大货多来几条吧。为什么全都是19公啊？其他的鱼货都跑哪里去了呀？这种小条的鱼也就19公跟那些西公鱼嘴巴比较大，才能咬到这么大的排钩了。鱼钩是挺大个的。哦，还有白花鱼的嘴巴也是挺大的，也能咬到这样的鱼钩，其他的就比较少见了。来了，终于来一条大货了，应该也是一条白蜡鱼。这条白蜡鱼看起来挺肥的，应该也是要2斤左右的吧。这也是这一处排钩的第1条大货，不一样的鱼货啊。今天捕到的大货数量还是比较少的，但是这一些大货却是挺大条的啵。19公啊，学名是叫做鹤昌油。名字倒还是挺好听的，也有的地方把它叫做虎头鱼、小虎鱼。不过我还是觉得19公这个名字好叫一点，也比较通俗一点吧，这样子大家都认识。如果给大家说这条鱼叫做鹤昌油，可能大家都不认识了。这一条就是19公啊，学名就是鹤昌油的家伙，2年才能长到10公分啊，所以这种鱼特别大条的是比较少见的，都是这样的规格。还有一种可以长到2斤以上的19公，其实是不一样的品种的。这种19公我见过最大的大概也就是半斤左右吧。好像这2处的排钩西公鱼就比较少了，第1处排钩比较多，还来了一条芝麻帮啊。今天捕到的芝麻帮数量也是比较少，今天就光捕这些19公了。有时候大家会有疑问，为什么我们钓上来都是这么小的鱼？因为19公的数量体系比较庞大，所以鱼钩一下去就被19公给咬了，而其他的大货基本也都是不咬19公的，所以这样子就会造成了拉上来的19公比较多，大货就比较少了。所以也就是大家现在目前看到了，拉上来全都是19公。
19公的身上是布满硬刺的，所以其他的鱼货是不会去咬它的，所以整条的19公是做不了鱼饵的。如果外海没有这么多19公的情况下，应该就能捕到多一些的大货。没办法，偏偏碰到外海的19公这么多。要是石斑鱼比较多的情况下，一般咬的也都会是石斑鱼的。后面这边是来了一条海红斑哦，还是芝麻斑？应该是海红斑。终于又来了一条海红斑啊，也是今天拉排钩的第8条海红斑了吧？这样子，今天目前为止4处排钩都有海红斑上来啊。这条就比较大条了，但是体格是偏瘦一些。而且这个季节的海红斑也是比较值钱的，现在一斤应该有个700多到800块钱之间。要大红斑才有这个价格啊，小条的海红斑就没有这样的价格了。哇，这个鱼肚也是有点被水压给压出来了，所以要把鱼肚给塞进去，还要立马给它做个小手术，放一下气压先。而且看起来活力也不是特别的好了，这样看起来好像是挂掉了，但其实它没挂，只是活力没有那么好而已。估计要把它放回海里面的自然环境再养一下，连跳都不跳啊，因为是水要把它的鱼肚都给压出来了，肯定跳不了了。这一条海红斑应该有个1斤半以上啊，不过看起来活力不是很好了，要给它做个小手术先，这样才能活着带回去卖啊。要活着的海红斑才能值更多的钱。要把它的鱼肚给塞回肚子里面去啊，塞完之后还要重新再放一下气压，这样子它的鱼肚才能完全的塞进去，然后它的活力就会恢复一些了。肯定要把它放回海里面的自然环境的。再来一条大货啊！这条白蜡鱼看起来就比较大条了，应该是要达到3斤以上的，拿来吃刺身味道绝对1级棒。好吧，就这样子，这一处排钩也是拉完了哦。虽然收获不算多，但是好歹也是上了一条海红斑了，第8条海红斑了。然后现在就准备过去拉下一处地方的排钩了。好了，这一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下一处地方的排钩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也谢谢大家观看。我是脑导彪哥，喜欢我视频的也记得给我点点关注哦，谢谢大家。